没错，我就是魔。这些秃驴死在我剑下时，我只觉得痛快。他说什么？莫不是吓疯了？可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佛陀，真就是一朵白莲花吗？你们纵容僧侣占田蓄奴，炼化凡人魂魄，手段比妖魔更甚。而这群披着袈裟的恶鬼，居然还有脸说我心性不正！炼化魂魄，这可是天条大戒。这小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难道……住口！死到临头还敢信口雌黄，妄图辱我佛门清誉！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就继续看，让这三界众生好好看清你这魔头是如何堕落的！爹爹，今日真的要出城玩吗？爹爹还会骗你？城内咱们都玩遍了，今日带你去城外放风筝。慢点吃。狮驼国，那不是猴子当年降服三妖的地方吗？狮驼国，当年取经过狮驼岭时，那800里地狱景象传至今记的。据说狮驼国上上下下都被那3只老妖吃了个干净。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是狮驼国的遗孤，如此说来，他和佛门间倒确实有着血海深仇。嘿，这事儿有意思了。狮驼国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狮驼岭800里惨象，好像就是2位菩萨的坐骑，伙同佛祖的亲娘舅一起干的吧？是有这回事。若是这么算，这小子身为苦主，找你们佛门报仇，倒也在理啊。菩萨，这轮回镜还要继续往下看吗？三太子此言差矣。三妖虽曾犯错，但早已伏诛。如今洗心革面，罪孽已消。况且冤有头债有主，他若真要报仇，大可来找灵山要说法。可他不敢，他只敢在凡间屠戮那些无辜僧侣，这分明就是欺软怕硬，滥杀无辜。此等品德低劣之辈，还敢说不是魔？行行行，您嘴大，您有理，那咱们就继续看吧。哼，本太子倒要看看那些僧侣到底有多无辜。阿弥陀佛，我等来自犀牛贺州，云游至此，见贵地民风淳朴，愿在此见寺传法，为百姓祈福消灾。大师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见寺是好事，我等百姓定当鼎力相助。阿弥陀佛。诸位善男信女，人生苦难皆因前世有罪，若想洗去罪孽，来世投个好胎，当在今生还清因果债。大师，那怎么还债呢？自然是献出家产，供奉佛祖。最好还能入寺做斋事，日夜服侍我佛门众僧，聆听佛经洗礼。没错，只要心诚，下辈子定能投胎王侯之家，享尽荣华富贵。这就是菩萨口中的无辜僧侣。骗光家产还不够，还要人家入寺为奴，这也叫祈福消灾，分明是吃人不吐骨头。就是，百姓淳朴善良，真心实意帮他们建寺，他们倒好，反过来坑害人家，
这吃相简直比妖魔还难看。佛门讲究四大皆空，可这些人满眼都是凡尘财物，做出这等阴损事，真是……诸位仙家，着相了！他们供奉佛祖，侍奉僧侣，心向佛门，这本身就是无上功德。无耻！凡人愚昧，身负累累罪业，只有今生散尽家财，诚心礼佛，才能洗去前世深重罪孽，来世的享福报。此乃我佛门大慈悲也。这群秃驴怎么到哪儿都是这套词，也不换个新鲜点的骗术？洗去罪孽，大慈悲。如果这就是慈悲的话，那就请菩萨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你们的慈悲到底惧了谁？大师，这是我家的50亩良田，全都捐给寺里，求佛祖保佑我娘，让她老人家熬过这个冬天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孝心感天动地，令堂定会康复。大师，我愿入寺做斋士，只要佛祖能保佑我那戍边的丈夫平安归来，我和孩子给寺里当牛做马都行。善哉善哉，入我佛门便是佛家子弟，佛祖自会庇佑。3个月没下雨了，粮食都枯死了，这可怎么活？这是因为你们心不够诚，只有加大进攻力度，让佛祖看到你们的诚心，佛祖才会降下甘霖。捐，把最后的口粮也捐了。一群蠢货，天不下雨求佛，有个屁用！要放粮了吗？呸！又死一个，真不禁饿。扔远点，别脏了佛门净地，晦气。师傅，外面饿死这么多人，咱们粮仓里的米都要发霉了，要不开仓放粮吧？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不问世事，他们饿死，那是他们前世不积德，今生遭的报应。可是这是天道循环，你若帮了他们，就是乱了因果，懂吗？弟子明白了。放屁！这算什么因果？这分明是谋杀！没错，要我说，这李天君杀的一点都没错。俺老孙以前只道妖魔吃人，没想到这念经的也吃人。这小子敢跟佛门对着干，倒是有俺老孙当年几分样子。见死不救，还满口佛法报应，我看最该遭报应的就是这群秃驴，真想一道雷劈死他们。就是，这些人太过分了。阿弥陀佛，诸位仙家，主持所言虽刺耳，却并未说错。你说什么？一切皆是因果循环，他们若求佛心诚，佛祖自会降下福报。如今遭灾，只能怪他们心不诚，业障未消。
没错。况且，就算这间寺庙的僧人修行不够，那其他伽蓝寺呢？李天君以此为由，投入数千佛门弟子，分明就是借题发挥，弑杀成性。借题发挥？哈哈哈哈！回说，你既然说那是因果报应，那我杀他们也是他们的报应。魔头还敢放肆！我就是他们的业障，我就是他们的天道循环。怎么，只许你们佛门放火，不许我这凡人点灯？你强词夺理！我看他说的挺对啊。三太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若见死不救，敲骨吸髓都能叫大慈悲，那其驸马董永卖身葬父，二郎真君劈山救母，岂不成了大不孝？菩萨，你们这慈悲的门槛，不会是照着魔界那边设定吧？三太子，你休要混淆视听！哎呀，都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咱们还是接着看轮回镜，看看这因果究竟如何纠缠，再做定夺不迟。爹，我好热。儿啊，别怕，再坚持一下，前面就是回春堂了，大夫肯定能救你。伙计，救命啊！我儿子发高烧，快不行了，快让大夫给看看吧。别喊了，请回吧。伙计，我有钱，我绝不赖账。不是钱的事，这就是大夫刚刚饿死了。什么？娘，我好饿，身上好疼。儿啊，再忍忍。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孩子就没了。上山，我们去求那些大师。大师，求你们开开门，孩子快不行了，求佛祖慈悲，给口吃的吧。求你们发发慈悲，看在我们之前捐了那么多香火钱的份上，救救我的孩子吧。说了多少遍求佛要心诚，这孩子病重是前生造孽，今生报应来了，岂是随便求两句就能好的？我们心诚，我们真的心诚。大师，只要能救孩子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。什么都愿意。把你家里的房产、田产、耕牛都献给寺里，还有你们一家三口必须入寺做斋事，终身侍奉僧侣，日夜忏悔。只有这样，佛祖才会开恩，洗去你儿子身上的业障。全给你们，还要为奴？怎么，舍不得那点身外之物？那就抱着你儿子回去等死吧。大师别生气，我愿意，只要能救我儿子，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佛祖。给，这是佛祖赐的赎罪米汤，小心点，洒了可就没了。多谢师傅，
多谢佛祖。儿啊，喝吧，这是佛祖赐的赎罪米汤，喝了就好了。爹，娘，醒了，他爹，天君醒了，活过来了，真的活过来了。多谢佛祖慈悲，救了我儿一命。孩儿他娘，看来大师说的对，是我们前世罪孽太重，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卖力的干活，诚心礼佛，给儿子积德。放屁！什么佛祖显灵，分明是这群败类趁火打劫，抢光人家几代积蓄，逼良为奴，到头来上一口泔水，就想让人感恩戴德。嘿，我打死你们这群死秃驴！三太子息怒！三太子息怒！息怒！我这轮回镜只能找前尘过往，您就是把它砸个稀巴烂，也救不了镜里的人。是啊，三太子，您这一枪下去，镜子碎了是小，要是断了这因果证据，岂不是更让那帮秃，更让某些人得以狡辩？好，本太子倒要看看，你这佛门中究竟还有多少藏污纳垢之事？修心修成这样，要我何意？我都替你们佛门想了。三太子此言差矣，灾荒之年，易子而始，若无我佛门收留，他一家三口早已是路边恶贫。佛门救了他们的命，让他们活了下来，这便是诚心修行的福报。活命之恩大于天，难道不该谢我佛门吗？菩萨说得对，李天君受了我佛门天大的恩典，不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屠杀僧侣，此等忘恩负义，狼心狗肺之徒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，该杀该杀！佛门恩典，哼！但凡佛门给我们留一丝活路，留一丁点做人的尊严，我爹娘到死都会感激你们的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这群畜生是怎么对他们的？娘，我也想识字，我也想读书。儿啊，咱们是斋士，是下等人，哪有资格？天君，想读书是好事，娘这就去找藏经阁的大师傅，听说他学问最大，娘去求他教教你。真的吗？谢谢娘。不，别去，娘，别去，那是畜生，那是畜生窝。不要！大师，只要您肯教我儿认几个字，奴婢愿当牛做马报答您。当牛做马，多累呀！贫僧看你姿色尚可，不如修个欢喜禅。大师请自重。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进了这庙门就是佛爷的人。娘，我虽是下等人，却也知廉耻，我死也不会让你玷污。呸！真晦气，给脸不要脸。死便死了，
只是他那个男人若闹起来，终究是个麻烦。师兄，这就说此女勾引你不成，羞愤自尽，试图以此污蔑我佛门清誉。爹，对，去找爹。爹，快去救娘！娘被那群坏和尚欺负了。此女不知廉耻，竟妄图勾引博文大师。大师定力深厚，不为所动，他便羞愤自尽。此等荡妇，死不足惜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放屁！你们含血喷人，还我娘子命来！李铁牛，你偷盗寺庙财物逃跑，如今还敢回来闹事？来人，执行四规！儿啊，快跑！这地方是吃人的魔窟，快跑！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现在想跑，晚了。哎，这小畜生！我要活下去，我要给爹娘报仇！妈的，给我追，别让他跑了！这地方是吃人的魔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好人都要死？为什么佛祖不救我们？师兄，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这小崽子太能跑了。妈的，真能跑！算了，这方圆100里都是荒地，他没吃没喝，跑出去也是喂狼。走，回去复命。那是痛快！这怨气够味儿！大哥，下面还有好多活人呢，干脆把这1城人都吞了，那才叫爽。三弟说的对，反正这狮驼国与外界不通，咱们偷偷吃光，谁也发现不了。三位且慢！哟，这不是金刚护法吗？怎么这时候想起来要发慈悲了？少来这套！刚才吸魂的时候，我看你比谁都贪，这会儿吃饱了，擦擦嘴就想装菩萨，也不嫌恶心。三位误会了，小僧正处在修行关键期，若是此刻大肆杀戮，恐会触怒天道，坏了金身。把这些人先养着，等突破成功，咱们再来一起享用，岂不美哉？原来如此，哈哈哈！一只蝼蚁而已，吃了便是。既然看见了，那就留你不得，给本座死！
快看，城东那边又饿死了一批，几十个生魂啊！快抢，晚了就散了。哼，没肉的蝼蚁，不值得为他耽误进食，算你走运。会说，姓陈。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，金刚甲也是你们座下护法。你们松妖吃人，今天若不给三界一个交代，小爷我拆了你们的莲花座。世人命如草芥，这就是你佛门的慈悲。这种妖僧妖兽，留着就是祸害。此时不杀，更待何时？没错，先把金刚甲推上去斩了！斩了，斩了！三太子，那都是几百年前的旧账了。没错，旧账。何况我们早已放下屠刀，洗清了罪孽。阿弥陀佛，佛法宽宏，三妖虽有过，但已归降，不可再追究往事。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杀了满城人，一句悔过就算了。反倒是这李天君心胸狭隘，我睚眦必报。当年之事早已过去，你却以此为借口，屠我佛门，杀我僧众。这种抓着旧账不放，滥杀无辜的行为，与妖兽何异？旧账不能翻，那你凭什么翻李天君的旧账？金刚甲乃是仙体，李天君不过一介凡人，凡人杀佛，以下犯杀，必须严惩。简直可笑！放你娘的屁！俺老孙这辈子没听过这种歪理。李天君，你就不为自己解释解释吗？解释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我杀的没有一个无辜之人。哪吒这小子平时干脆利索，这会儿怎么磨叽上了？跟这群秃驴有什么道理可讲？一枪挑了便是。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玉帝老儿吃俺老孙一棒。这不是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时说的词儿吗？怎么还有俺的事儿？玉帝有旨，召人间所有值守神仙速速回天护驾，不得有误。不好，那泼猴和天兵缠斗到此地了，若是发现我们，先撤。哈哈哈！此地神仙都跑光了，大哥二哥，这满城的血石是咱们的了。吃，给我吃个痛快！爹、娘、华大婶、赵大叔，我李天君在此立誓，
今生若不死，定要学得通天本事，斩尽这漫天虚伪妖佛。3只眼，就这点本事也想拦俺老孙？泼猴休狂，看刀！齐天大圣，连天庭都敢打，连神仙都怕他。我要拜他为师！大圣，等等我，别走！大叔，你见过齐天大圣吗？去，哪来的小疯子？大爷，您听说过齐天大圣吗？没听说过。别费劲了，神仙怎么会收普通人为徒？海大圣，你看我像不像大圣？大圣，不管你在哪，我一定能找到你。找斗战胜佛拜师，真是痴心妄想！圣佛何等人物，怎会收他为徒？这从来没听说大圣收过徒弟。这孩子倒是执着，可惜注定要白费力气了。未必，这小子仅凭一人一剑，就能杀穿佛门16寺，打入南天门。这等通天本事，若没人教导，怎么可能练得成？你是说，搞不好还真是那猴子偷偷收的徒弟。怪事，俺老孙从未收过半个徒弟。但这小子确实有俺老孙当年几分风采。等等，这气息难道是……水帘洞，真的是水帘洞。齐天大圣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快放了我们！等我们大王回来了，一定让你好看！哈哈哈！你们的大王早被压在五指山下了，这方圆百里谁人不知？什么？被压在五指山下？等他来救你，下辈子吧。现在花果山就是无主之地，我想抓谁就抓谁。怎么会？连齐天大圣都输了吗？爹爹，儿啊，快跑！孩子，快跑！还想跑？小猴子皮毛最嫩，正好做个围脖。妈的！干坏老子好事！大哥哥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是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人，我本想来拜大圣为师，没想到连大圣都自身难保。小猴子，你知道五指山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只听说大王被压住了，没人知道在哪儿。那你知道你们大王的一身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吗？听爹爹说，大王当年一路朝南瞻部洲去，
再回来时就已经有了通天修为。南瞻部洲，既然大圣能去，那我也能去。只要找到大圣的师门，我就还有机会。南瞻部洲，不可能，那地方隐于天地之外。当年俺老孙也是机缘巧合下才寻得师门，他一介凡人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那泼猴的师承至今是谜，连天庭和灵山都查不到分毫，一个小小的凡人也敢异想天开。菩萨说的是，那南瞻部洲幅员辽阔，凡人穷尽10辈子也走不完。想找大圣师门，哼，痴心妄想。是啊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的眼神，难道他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救了俺花果山的小猴，这份恩情，俺老孙记下了。爹娘，花大婶，赵大叔，狮驼国的血还没干，孩儿不敢报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只要这双腿还能动，我就是爬，也要爬到仙山脚下，哪怕是死，我的骨头也要化作利剑，刺破这满天虚伪。灵台方寸山，斜月3星洞。怎么回事？轮回镜怎么看不穿这地方？灵台方寸山，斜月3星洞，是那里，真的是那里。轮回镜找不穿师傅的道场，这小子难道真成了俺老孙的师弟？什么破山洞，连个名字都没听过。故弄玄虚，若是真有大能，轮回镜怎会照不出来？就是，我看8成就是个凡间散修，上不得台面。李天君，你是？别出声，你只需在心里回话，俺便能听到。李天君，你师承何人？身外身法72变，想必你就是我的师兄，齐天大圣吧？你真是我师弟？你真是我师弟？师兄。好师弟，快告诉俺，师傅他老人家还好吗？师傅，他很好。你是怎么说服师傅收你为徒的？我在洞外长跪3载，直到那天，师傅终于出现了。痴儿，你身负血海深仇，本不该入我门下，可你这股执拗劲儿，让我想起了当年那只无法无天的猢狲。罢了，一切皆是缘法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门下弟子。400年后，师傅说我神功大成，修为已不在你之下，准我下山。你既已有通天修为，为何只杀凡间秃驴，却不诛狮驼岭那3只老妖？难道真如慧书那老儿所说，你只敢对凡人下手？不，我不信我师弟是这种人。师傅，徒儿神功已成，这就下山斩了那3只老妖，为我父母和全城百姓报仇。且慢，天君，你师兄500年劫难已满，如今已被唐僧救出，踏上西行之路了。太好了，徒儿从小就敬仰师兄，
待宰了那3只畜生，便立刻去寻师兄，随他一起修行。天君，你若真的敬仰你师兄，这3妖便不能杀。为何？那是徒儿的血海深仇啊！徒儿苦修400年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天道定数，81难，少一难都不可圆满。那狮驼岭3妖，便是你师兄的命定结束。师父，你若出手杀了他们，便是坏了因果，你师兄修行也就不得圆满。杀3妖，就是害师兄。所以，为了助俺老孙修行圆满，你生生咽下了这血海深仇。傻子，真是个傻子！先是救俺花果山的小猴，又为了俺的修行放弃血海深仇，这份情谊比天还重。今日俺老孙若不救师弟脱离苦海，还有何面目见师父？有何面目苟活于世？师弟放心，有俺在，今天谁也动不了你。为了俺的好师弟，便是再闹一回天宫又如何？这就是有家人关心的感觉吗？真好，师兄，你不必愧疚。我虽然放过了那3只老妖，但其他欠我血债的人，我一个都没放过。快看，李天君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御剑飞行，这可是正统的道家仙术啊！这小子竟然真的学成道法了。虽不知镜中过去多少岁月，但以耄耋之灵修炼，居然能实现返老还童、御剑成风，看来此子天赋着实不俗。哎，你说不会真是大圣偷偷收的徒弟吧？除了大圣，还有谁能教出这等怪胎？绝无可能！那泼猴自己都是个野路子，能教出什么徒弟？依我看，不过是这李天君走了狗屎运，捡了本残缺剑谱，在这装神弄鬼罢了。装神弄鬼？哼！就算不是大圣的徒弟，也跟那只猴子脱不开关系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当年3妖吞下整个狮驼谷，却吐出了那些为他们供奉生魂的和尚，还指点其修行，让他们继续祸乱人间。500年了，博文、老主持，你们最好还活着。若是老死了，我这把剑该饮谁的血？老板，你这如意香囊真的灵吗？当然灵，这可是在金光寺开过光的。金光寺？是啊，那金光寺里的博文法师可是位得道高僧，听说已经活了500多岁。500多岁？还有他师兄老主持更是佛法无边，你说这香囊能不灵吗？好，我买了，给我便宜点。500岁活佛，哼，果然祸害1000年。刚才这儿是不是站了个人？师兄，补品来了。最新抓来的那批散修，都是专修灵魂法门的，炼出来的魂珠，那叫一个够劲儿。好极了！果然大补，这一颗下去，抵得上老衲苦修3年。其他的呢？给全寺僧人分发了吗？师兄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那些从斋士身上抽出来的低等魂魄，炼成了人珠，发给普通僧众和杂役，够他们延年益寿了。各大护法、掌事分的都是修士魂珠。至于这批成色最好的极品，我特意给您留了100枚，剩下的准备拿去孝敬3位大王。做得好，咱们能有今天的风光，全靠3位大王庇佑，切不可怠慢。师弟呀，这500年来，你到处抓散修，着实辛苦了。能为师兄和3位大王效力，那是师弟的福分，不辛苦不辛苦。明日的万佛讲坛，乃是咱们金光寺10年一次的盛会，届时香火如山，
就由你来主持。师兄，我给你护法。多谢师兄提拔，多谢师兄提拔。把全寺上下变成吃人魔窟，这就是佛门，这就是慈悲。难怪李天君要杀个干净，换作是我，也要把这破庙给劈了。慧叔，你佛门中人为了修炼邪法，竟大肆捕杀我道教散修，将其炼成魂珠，此举挖我道门根基，断我道门传承，足可视为对我道教宣战。你们灵山到底想干什么？怪不得这些年我道教新秀寥寥无几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说，你们到底偷偷杀了多少道门弟子？我说他怎么宁可颠倒黑白也要李天君死？原来问题在这儿。什么问题？李天君乃我道门弟子，天赋不俗，明白了吗？你是说可恨？慧叔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天庭一个说法。说。菩萨，这要不先不看了，咱们走吧。看下去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佛门到底瞒着三界，还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慧叔，别硬撑了，再不收场，这火就要烧到灵山了。往小了说，万一这李天君跟大圣有牵扯，你我二人如何收场？不可能，那死猴子不可能有徒弟。往大了说，天庭这帮人早就看我们不顺眼了。万一借机发难，你我二人恐怕就要折在这里。折在这里？你是要我认罪？糊涂，这是认罪的事吗？自我佛门东渡以来，步步为营1000年，才压过道门一头。若因此事让天庭抓住把柄，反过来清算我们，毁了佛门根基，届时佛祖怪罪下来，你我谁担得起？听我的，先撤！姓陈，你太天真了！你看这帮人的架势，会让我们走吗？菩萨，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唯有圣人亲临才能镇压一切。我也给2位圣人传音，待圣人赶到，别说那泼猴，就是玉帝亲临也无济于事。都是你给我佛门惹来这么大的祸端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！金光寺，一群披着人皮的重置，你们死定了！故而，唯有舍得身外之物，供奉我佛，方能消灾解难，得享极乐。极乐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扰乱法会？我是狮驼国遗孤。狮驼国？那地方不是早就……想起来了，再提醒你一句，我叫李天君。师兄，老衲当是谁？原来是当年的小娃娃。小施主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既已修得仙法，便该看破红尘，学会放下。放下！你们逼死我娘，打死我爹，将全城百姓的亡魂献祭给妖佛，这血海深仇，我就是死1万次也不可能放下。冥顽不灵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就别怪老衲不客气。众弟子听令，结阵。结阵，正好趁着人齐，我一次性解决，免得日后还要奔波寻人。小贼狂妄，受死！给我破！
这世间像金光寺这样藏污纳垢的佛门魔窟，绝不止这一处。既然天道不管，佛祖不问，那我李天君便用手中这把剑替天行道，杀出一个朗朗乾坤。杀得好！李天君，以前觉得你是个疯子，现在发现你真是条汉子。没错，是个汉子。谢了。哟，菩萨，这会儿怎么不说话了？不会是心虚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群蠢货！圣人法旨未到，暂且让你们得意一会儿，等圣人赶到，我看你们谁还笑得出来。又有变化了，快看！听说了吗？三藏法师取回真经了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，皇榜都贴出来了。明日一早，圣僧就要在黄明寺开坛讲法，宣讲大乘真经，取经归来。那岂不是说，师兄修行已圆满，81难已过？那狮驼岭的3只老妖，肯定已经被师兄除掉了。这人在说什么？疯了吧？爹娘，你们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师兄替你们报仇了。师弟，老孙对不住你呀！师弟，那三妖，爹娘，孩儿这就回来祭拜你们。快看，有神仙！人呢？既然妖魔已除，为何还是这般死寂，无人前来定居吗？老人家，狮驼岭的3妖不是已经被除掉了吗？为何那里还是了无人烟？哎呦，后生，小点声，谁说除掉了？取经人都回去了，怎会没有除掉？几年前，确实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跟那3个大王打得天翻地覆，眼看就要赢了，天上突然下来了神仙，说那是他们的坐骑，把青石白象给接走了。接走了？还有那只大鹏雕也没死，不知飞去哪里了。都没死？3只妖怪没死，可苦了我们。那狮驼岭剩下的小妖不肯散去，仍旧盘踞在那儿吃人，还嚷嚷着等大王回来，要我们好看呢。吃了整整1国的人，就这么被你们堂而皇之的救走，你们到底是菩萨还是畜生？孽畜虽有过，但既已归顺，便仍是我佛门护法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岂能随意杀戮？去你娘的好生之德！吃人的时候怎么不讲这些？师弟为我甘愿放下血海深仇，可俺老孙却眼睁睁看着那群秃驴救走3妖，还跟他们称兄道弟。早知道那是师弟的仇人，当时就该一棒子打死他们。什么狗屁的佛祖菩萨，包庇恶徒，祸乱人间，你们也配受香火？后生慎言呀，举头3尺有神明。去他的神明！既然天道不公，神佛眼下，
那我李天君今日便反了这天。待我除尽了山中余孽，必打上凌霄，踏平灵山。哪来的疯子？兄弟们上！小的杀完了，佛陀、菩萨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杀！佛门伪善，天庭纵容。今日我李天君便效仿师兄，踏平这虚伪天界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擅闯天庭！这无法无天的架势，倒像那个泼猴。陛下，天庭威严不容践踏，绝不能再出第二个齐天大圣。传令，去西天请佛老，务必联手将此辽镇压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阿弥陀佛，孽障！你杀孽太重，已坠魔道，还不速速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玉帝老儿也太偏心了，明明是佛门纵妖行凶，有错在先，他不惩治恶徒，反倒要镇压报仇的人。这三界还有公道吗？哎呦，三太子，慎言慎言啊！这可是斩仙台，陛下听得见。哼，三太子本来就没说错。哼！诸位仙家，接下来的事可要看清楚了。看看这佛门到底是如何镇压我这魔头的！本座观你根骨齐家，一身法力精纯，若就此陨落，着实可惜。菩萨，你虽犯下大错，但我佛慈悲，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只要你肯放下屠刀，皈依我灵山，本座保你得封护法罗汉，享万世香火，如何？菩萨，陛下是请您来降妖的，不是让您来挖天庭墙角的。年轻人，天庭能给你的，我佛门双倍给你。这等机缘，你可要把握住。慧殊菩萨，陛下请您去降妖，您却公然招揽天庭要犯，这是何意呀？阿弥陀佛，年轻人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明白了，是你！原来他们的后台就是你！本座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装什么糊涂！坐下青狮与护法金刚勾结凡间妖僧，吞噬魂魄，修炼邪法。若不是有你在背后撑腰，他们怎敢如此无法无天？
口！好个牙尖嘴利的魔头，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本座，坏我佛门清誉！众金刚听令，此辽冥顽不灵，已堕魔道，速速列阵捕杀！既然不能为我佛门所用，又知道这么多，那就斩草除根。弟子领命。魔头，受死吧！妖僧，拿命来！疯子，快拦住他！挡我者死！圣佛留步！有魔头要屠灭我佛门，圣佛助我！师兄，去死吧！哪里来的妖孽，敢在俺老孙面前耍威风？师兄。师弟为俺生生咽下灭国血仇，俺却把他当作妖孽。孙悟空，你修的什么佛？你这双火眼金睛瞎了吗？该死的秃驴，这就是你们给俺的正果。这吃人的佛，俺老孙不做了。今日你们若敢动俺师弟一下，俺定踏平灵山，拆了这虚伪佛门。圣人正在赶来，最多半炷香。那就好。诸位仙家，我佛门不幸，出了些许败类，致使道门受损，实乃一大罪过。菩萨这是认账了。然善恶终有报。那些作恶多端的凡间妖僧已被李天君斩杀殆尽。至于三妖与护法金刚，他们不过是一时受了蒙蔽，如今已诚心悔过。没错，我等已经悔过。既然首恶已诛，从犯已悔，那天庭与灵山之间这笔旧债，便算是两清了。两清，这也叫两清？死的全是顶包的，活的全是你们自己人，好一个两清！灵山的账算清了，但李天君的罪还没算。此子杀人成性，又打上33重天，令天界领修。无耻！此等狂徒若不严惩，天理何在？当抽其仙骨，废其修为，打入九幽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好狠的手段！贬下九幽，此子战力了得，一人一剑便能挑翻南天门。菩萨，你就不怕他是那猴子的徒弟？三太子多虑了，本座擒拿他时，已经看清他的路数。虽是道家功法，但与圣佛毫无干系，他绝不可能是圣佛的弟子。那万一呢？他师从南瞻部洲神秘师门，万一跟大圣是同门师兄弟呢？同门？若真是同门，南天门外那一战，圣佛为何不救他，反而出手降他？
三太子，圣佛乃天地灵猴，其师门必是超脱三界的圣地。李天君师从三星洞，三界之中闻所未闻。这种垃圾地方也配说是圣佛的师门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说得对，他怎么可能和圣佛扯上关系？杀了他，圣佛绝不会多看一眼。我敬仰之人已经见到，此生死也无憾。但你佛门中人欠下累累血债，这笔账翻不了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简直冥顽不灵。行官何在？为何还不行刑？菩萨，这里是天庭斩仙台，不是你灵山后院。李天君既是我道门中人，有罪没罪，是杀是剐，皆该由玉帝圣裁，以佛门越界了。没错，那些吃人的畜生想就这么混过去，做梦！没错，偿命！大鹏护法，当年狮驼国那些人，你吃的最多。若是真让天庭查下去，纵然你是佛祖亲娘舅，也讨不到好处。还等什么？杀了他！谁敢动他？大圣，斗战胜佛，你这是何意？圣佛，这可是你前几日亲自出手助我们降服的魔头啊！你为何要帮他？为何？嘿嘿，滚！我看谁敢动俺师弟！师弟，师兄，好你个秃驴，竟敢骗俺老孙！若不是你这厮不懂是非，俺老孙怎会当俺的好师弟？今日必要为我师弟，为这天下苍生，向你们讨个说法！不可能！功法路数明明不同，他怎么可能是你师弟？笑死了！刚才是谁说这二人绝无牵扯？来，大声告诉我，脸疼不疼？你进来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我师兄修的是72变，身法万千；我修的是天罡剑道，专斩尔等披皮妖邪。道虽不同，但这身傲骨皆出自方寸山三星洞。说得好，师弟！师兄，一个疯子李天君，一个打不死的齐天大圣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能教出俩怪胎的恐怖师门。菩萨，我倒要看看，今日你佛门如何收场。菩萨，这猴子疯起来，连天都敢捅。咱们撤吧。撤什么？圣人法驾马上就到。圣人，师弟，
今日师兄就助你报了这血海深仇，砸烂这虚伪佛门。杀！青狮，滚出来受死！尔敢！老和尚，交出你的蛤蟆狗！小辈，本座吞人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！给我死！吞我？你这畜生也配？把你吃进去的都给我吐出来！该你了。跑？你跑得了吗？放肆！我抽你的筋！看你还爱人不？天下苍生不汉，怎么能少了我哪吒？三太子，你也要与我佛门作对？废话少说，进城老二，来跟本太子过过招。就凭你，也想杀我？给我开！死！相同。好得很。既然你们非要跟我佛门鱼死网破，众弟子听令，结万佛伏魔阵。今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把李天君给我留下来。放肆！先是暗中猎杀我道门修士，如今又在斩仙台前逞凶斗狠，真当我天庭无人了吗？众仙家随我破阵！杀！爱白老儿，没想到你这软面团也有快意恩仇的一天。不过杀鸡焉用牛刀，有俺师兄弟在，还用不着你这老骨头亲自上阵。这种乌龟壳，俺老孙一棒子就能砸个稀碎。给俺破！师兄，这泼猴太厉害了，恐怕挡不住啊！闭嘴！挡不住也要挡，只要撑到圣人赶到，我们就赢了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阿弥陀佛，悟空，修为无是旃檀功德佛，如今灵山内仅次于佛祖的圣人，便是玉帝来了，也得给功德佛3分薄面。我看今天谁敢杀我？有旃檀功德佛在，这泼猴若敢再动，便是欺师灭祖。老和尚，你如今成佛作祖，高坐莲台，一双慧眼能看破过去未来。那狮驼岭800里尸山血海，那老秃驴百般陷害我师弟，这些我不信你看不到。
如今俺要讨个公道，你却来拦俺，怎么？你也要护着这帮吃人的畜生？阿弥陀佛，悟空，嗔念一起，万劫不复。青狮白象既已身死，因果已了。至于金刚等人，既犯下杀孽，便由天庭处置，何须你来做主？悟空，放下铁棒，随为师回去，莫要再让三界看笑话了。您说什么？由天庭处置？功德佛，您身为佛门圣人，为何胳膊肘往外拐？回去，回那个藏污纳垢的灵山，俺老孙死也不。大圣莫急，你师父乃灵山圣人，若应宝金刚等人，便是与天庭开战；若是让你们当场诛杀他，便是自扇佛门耳光。此事太过复杂，他岂能随意做主？你师父分明是想带你远离浑水，切莫让他为难呐。既然旃檀功德佛深明大义，不愿徇私，那便好办了。此事涉及佛道两界，关乎天庭法度，老臣恳请玉帝出面圣裁。菩萨救命！玉帝若是出面，定会偏袒道门，弟子必死无疑啊！青狮已死，若我也死了，以后这脏活累活，还有谁替你干了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既然旃檀功德佛不想趟这趟浑水，弟子会书恭请我佛如来现身。多谢师兄、哪吒兄弟相助，三妖皆已死。当着佛祖的面杀他亲娘舅，这小子有胆，我喜欢。这下灵山的脸面可要被踩进泥里了！哈哈哈。哎呀呀，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，杀得好！敢在我佛如来面前行凶，你活腻了！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当众挑衅佛祖法相，这下我看还有谁能救你！阿弥陀佛，尊驾看够了吧？该现身了。你这道门新秀，好大的杀性！当着本座的面亦敢行凶，是我灵山为何物？佛老言重了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见到脏东西总要顺手打扫一下。倒是有那泼猴当年的风采，
叩见陛下。陛下，佛门败类勾结妖魔，猎杀我道门弟子，吞噬无辜生灵。今日，天君便代替万千生灵，向我道门至尊讨一个公道。师弟，你求这老官作甚？他平日里最爱和稀泥，哪敢得罪这老秃驴？若陛下不肯做主，那我李天君今日拼了这条命，也要自讨公道。好了，李天君，你为父母雪恨，是为孝；诛杀食人妖僧，是为义。此举孝义两全，何罪是有？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。然你擅闯南天门，剑至凌霄殿，是天规如儿戏。此等狂悖之举，罪无可赦。老官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师兄，别急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只要能将那些吃人的漏网之鱼诛杀，给死去的冤魂一个交代，天君甘愿受罚。师弟，你傻了不成？既然认罪，那朕便成全你。宣旨即刻起将李天君打入花果山，禁足100年。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半步。钦此。禁足花果山。天君领罚。这哪是坐牢啊，分明是怕佛门找你算后账，特意把你送进大圣老家护起来。哈哈哈哈！这老官儿看来还没老糊涂啊，知道护着道门子弟。佛老，我道门弟子已然受罚，你佛门败类又该如何处置？凡是僧众杀孽深重，败坏我佛门清誉，罪无可赦。即刻打去金身，消去佛籍，重入轮回，受10世畜生道之苦，以赎其罪。佛祖饶命啊！至于慧叔、净尘2人，身为菩萨，却欲下不言，察人不明，致使酿成大祸。发起面壁思过500年，日夜诵经，为无辜亡魂超度。期满之前，不得离开灵山半步。弟子领法旨，弟子领法旨。这就完了？你想包庇这2人？大圣天君人一时风平浪静啊。今日之事，陛下与佛祖明显是想各退一步。若再闹下去，免不了又是一场通天大乱，到时遭殃的还是凡间百姓。去吧，去吧。痛快是痛快，可一想到慧叔和净尘那人还活着，俺老孙这心里就觉得憋屈。师兄，知足常乐。
如今道门示威，灵山势大，真要闹大了，引起道佛全面开战，只会葬送更多无辜性命。能逼得佛祖亲手处置门徒，这结果已是意料之外的大胜了。话虽如此，可师弟你被禁足整整100年，一身好本领却困在这里，实在可惜。哈哈哈哈！和师兄那500年的铜枝铁丸比起来，区区100年算什么？弹指一挥罢了。借此机会，我正好可以在花果山磨练剑心。待100年期满，我还要踏遍这修仙界，管遍天下不平事。好，到那时，俺老孙与你一同去。咱们师兄弟再闹他个天翻地覆。